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2月14号。比特币这两天行情波动大，短期非常难判断。不然今天视频来聊一聊3周之前给朋友们判断的44444美金，短期会马上突破吗？因为美元指数昨天没什么意外又下跌了，所以比特币1年多了，现货加合约目前还是满仓在持有。不然今天再来聊一聊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包括买点我们要怎么判断。如果你喜欢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美元指数吧，包括最近的一些经济事件，我个人是看得很淡哦。比如说前几天的 CPI， 或者是昨天晚上的美国利率，我个人感觉不太重要啊。因为去年的时候，美国的利率在 4% 左右，或者是后面一直加到 5%， 也是一直在预期。有可能主力它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它会提前去介入一些风险的资产，不一定要等到美联储未来降息的时候才开始介入市场。所以炒作都是有提前预期的，特别是美元指数，我们可以看一下去年114的这个高位，然后这一段时间也是一直跟朋友们判断，有可能这个箱体主力就是非常的坏啊，它下面挖了一个陷阱回到里面，那有可能会突破这个箱体的上沿，然后在这一个107附近又挖了一个陷阱回进来，也是跟朋友们讲，美元指数肯定要继续看跌。未来不排除会把这个100包括这个低点给跌破，因为整个中长线已经给大家预期了，未来肯定会有降息炒作的预期，所以比特币长线还是希望朋友们尽量看涨。但是最近的一些经济事件或者是经济数据，最多有可能只会影响短期的波动。那等下来跟大家讲，短期非常的难判断，不然我的观点还是一样，就是去年给朋友们猜美元指数114的这个顶部，它就是2004年到2005年低点，2006年的低点，08年、09年压力过不去，15年、16年的压力也过不去，所以整个长线观点不变，美元指数长线看崩盘。然后我们来跟踪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图表，也就是目前的位置，这个价格的区间，它大约是在 44.4K 附近有一个很重的压力。然后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聊到，它跟2020年的那个位置是非常的像啊，因为当时比特币底部这个位置整理了200多天，然后这边突破上去以后，这边是走了一个非常强势的向上一个奔走型的整理，然后也是有跟朋友们计算过，从这一根 K 线开始突破上去，有可能会不会再涨个 20-30%。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在2020年12月份的这个位置，也是前面的这个箱体盘整了200多天，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位置突破上去，它也是走了一个非常强势倾斜的奔走型整理，或者是后面继续上涨，或者继续进攻，然后从这一根 K 线开始去计算，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是涨了 40% 哦，所以我们观察一下当时这个区间哦，它是涨了 40%， 然后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接近 10% 左右的一个下跌，后面是1根、2根、3根继续强势进攻，所以目前的空间有没有可能很像这个位置啊？也是不排除有这种可能性。然后我们观察一下，就是2020年的这个位置，它的时间也是在12月份，所以盘整完以后，它后面是继续往上突破。那现在我也是在思考，如果比特币目前的位置就是这一个盘整的区间，它很像2020年的12月份，因为目前的时间也是在12月份左右哦。所以我个人也是在思考，比特币就目前的位置，它现在这一个绿色的圈有没有可能像2020年12月份的这个圈，后面是继续大涨喷出去，有没有可能这样子走出去？我们要思考一下，环境是不同哦。它这个位置2020年的12月份，它当时是产量减半以后后面的一个走势，所以目前的位置产量减半，时间都还没有到来。我个人是在思考，到底这个位置会直接继续喷出去吗？可能性我们要去怀疑啊，但是我的观点也不排除，如果这个位置它盘整到位以后，万一是有一个突破，把这个 44.4K 突破，也不排除会不会去 48K 以后
后面可能会再盘整一个区间。所以这几天一直在思考，它有没有可能像2020年的那个位置直接喷出去。有一点就是环境不一样啊，因为那个位置它是产量减半之后的走势，所以现在产量减半的时间都还没有到来。我的观点是最强的一个情况会不会在这边继续盘整，还是一样，我们要防它有没有可能挖坑。如果不挖坑，那我的观点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个位置空间如果是40%，差不多也是在 48K 或者是 49K， 后面有没有可能会盘整。不过就短期的走势我们也要去观察，它昨天这一根 K 线是非常的强势，不好的一点是收盘它没有给我有效站上这一个 43K， 所以我们短期还是一样 43K 去留意一下这个位置会不会有压力。因为朋友知道我是有一笔空单，目前还是在持有，如果它突破了 44K， 我有可能会止损掉。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形态啊，也就是前面有给大家画的这几个箱体啊，它是空间涨到高点的位置，或者是空间相对高点的位置。就比如前面在3月份的这个箱体，或者是2023年6月份的这个箱体，有可能这个位置理想的情况，它会不会在这一个位置继续盘整一个箱体？那如果时间到位，我们要去观察会不会在1月初，或者是还有一个时间是在1月底，会不会去突破这个 44.4K。 当然短线如果这个位置要直接过也是可以啊，我们尽量观察就是43K 收盘会不会有效站上。所以现在的一个区间，如果要继续操作的朋友，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几个箱体啊，就是价格如果有从高点回撤到20均线，我们散户的生命线，只要它没有跌破的情况下，如果你要做短线的买点，下方如果 KD 没有破50，你也可以找这种低点的买点。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昨天或者这2天的低点，它也是踩在这个20的均线，然后 KD 指标是来到接近50附近，所以像这几个位置也可以当做一个买点。不过短线有可能它会在这个位置盘来盘去，或者是就像这个区间，它也是会洗来洗去。不过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在今年的7月份，它也是有几个低点压回，很接近这个20的均线。我们可以看一下 KD 是快接近50哦，然后它也是有一些高点的利润，或者是它后面也是在这个箱体，但是后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是又破了这个箱体，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波动，最终是在这个位置时间盘整到位又往下挖坑。所以我们现在要烦的一点就是，如果像这种箱体，或者是像这种箱体，它如果不往上突破，万一是往下跌破，中线你要烦有没有这种跌破，或者是我们继续利用利润找100倍做多的点位。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今年的3月份也是在这个箱体，短线的这种买点，你如果要操作就观察价格，只要没有跌破这个20的均线，我们可以看一下 KD 指标来到这个中轴就是50啊，都是非常重要的买点。所以你如果要在这种相对空间高档的位置有做对的单子，你也可以做成一个短线啊，不过也要防像这种区间。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后面把这个箱体给跌破，然后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像这种低点位置的一些买点的位置里面的支持点，有一点是如果价格破了这一条红色的20的均线，那找这种跌破20均线的买点，KD 指标不是在50啊，就是找这种接近20附近，有可能就是中线或者是中长线的一些继续做多的点位啊。所以现在我们观察一下，昨天比特币价格的低点是踩在20附近啊。那我的观点，我们先观察吧，这个位置如果是直接往上攻是最好，因为20的均线目前也是在 41K 附近啊，离当前的价格距离是非常的近啊。它最好是赶快往上突破的这个 44.4K， 那如果不突破，在这个位置盘整时间过久，我们要烦的一点，短线有可能这个位置是一个很好的买点，但是要烦的就是中线万一主力在挖坑了，你要找 KD 指标什么时候有可能来到20附近，有可能是中线相对比较爽的一个买点的位置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